百花评奖真的公平吗？网友丢出6个灵魂拷问。第一，到底谁在代表大众？百花奖一直吹自己是国内最接地气的奖，官方公示的投票流程看着比高考还透明，全网都能自由投票，可大家辛辛苦苦点的票，到最后只是当参考资料用。到了最终统票环节，所有网票直接一键清零，真正决定所有奖项的是那101位现场评委，这100多号人什么来头也从没公开过，谁能保证这里面没有人情往来？资本插手，100多个人就能直接拿捏亿万观众的喜好，就这模式也好意思叫大众奖？这种骚操作不是今年才有，而是早有前科。2006那届百花奖争议比现在还要大，当年李冰冰网票断层第一，足足领先第2名2万多票，全网都默认李冰冰稳了。结果99位现场评委一投，结果直接反转，票数落后的袁秋逆袭夺冠，网友全炸了，就连同场艺人都当场质疑黑幕。这少数人的审美凭啥强行代表所有观众？仗着手里那点1票否决权，把亿万网友的真心当废纸撕了。合着咱普通观众就配负责提名凑热闹，最后生杀大权全在精英层。那百花奖标榜的接地气算什么？第2问，实力派喜剧演员为啥常年陪跑？这一届最让人意外的就是王宝强0票出局。作为国内顶流100亿票房的演员，观众缘演技都在线，第一次提名百花影帝，结果喜提0票，这还不是个例。10年前沈腾也吃过同款闷亏，2位撑起国产喜剧半边天的狠人，先后在百花挂零。反观一些流量新人、跨界爱豆，轻松拿票入围，不难看出百花评委的口味早就焊死了，只要是正能量、现实向的厚重剧本，都能优先拿奖。可问题是，金鸡奖才是走专业路线的。你百花奖不是主打的就是贴近普通人、贴近市场吗？老百姓最爱看的喜剧片反倒被你们花式嫌弃，这所谓的大众到底是谁的大众？第3问，为什么同一部影片的票数可以天差地别？一部惊蛰无声把评审双标扒的底裤都不剩，影片在优秀影片榜单高票第一，也就是说绝大多数评委是认可它的整体质量的，结果转头打分，导演、编剧全被低分血洗。导演只拿3票，排名倒数第2，编剧只有2票，直接垫底所有参赛编剧。谁都知道电影是整体艺术，导演把控整体镜头，编剧搭建故事框架。一部作品能被评为优秀，离不开主创的全程付出。既然整体影片被认定是优秀的，为啥主创被全盘否定？这部优秀影片的优秀到底体现在哪里？同样的，易烊千玺凭借小小的我拿下超高票数，斩获个人荣誉，但该片导演0分，编剧低分，一部完整的影视作品被拆得708落打分。这种离谱的评判方式真的谈得上专业吗？第4问，为啥口碑炸裂的南京照相馆没有参加评选？这部影片不管是拍摄质感、演员演技还是观众口碑，在所有真人电影里绝对是第一梯队的水平。结果这么能打的作品居然无缘核心奖项争夺，反而很多票房口碑都一般的片子顺利上榜。原因特别简单，本届优秀影片只有5个入围名额，还要搞圈层平衡，为了让更多剧组分到奖项，只能提掉最高分。说白了就是田忌赛马，根本不看作品实力。到这儿我就要来第5问了，优秀影片和最佳影片的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？官方给的获奖标准是社会价值、题材创新、高票房。请问惊蛰无声有哪一条沾边了？可小小的我也关注特殊群体啊，怎么没见颁给他？再看看票房，同档期的《飞驰人生2》都干到40.2亿了，它是13.65亿，这落差简直被吊打。最后说口碑，豆瓣评分才5.7分，这么低分的电影哪来的脸谈口碑？最后一个问题，第38届百花奖是不是在分猪肉？仔细扒一遍获奖名单，除了南京照相馆顺手拿了最佳编剧和男配，剩下的全都是雨露均沾。你看最佳女配就知道，其他奖早被分的差不多了，于是爆冷给了抓娃娃的萨日娜，而好东西直接4题0中，纯的大冤种。是不是因为在金鸡奖拿奖拿到手软，这次就要端水一下？毕竟都是一家人嘛。但转来转去，这碗肉最后还是没轮到被瞧不起的喜剧商业片《唐探3》。《飞驰人生2》这种喜剧爆款，吴京、沈腾、王宝强3个100亿影帝，愣是一座百花奖都没摸着。我们看提名时给的预测，几乎压中了一半。最佳影片只能给之前为主流奖当空气的哪吒、南京照相馆没提最佳影片，必然要找补，要么最佳导演，要么最佳编剧。为了平衡老牌影人，给易烊千玺这种顶流新生代是最优解。最佳新人是属于鼓励奖，不需要平衡多方势力，还能顺手给新生代镀金。最有可能的就是陈丽君，看来分猪肉的苗头早就藏不住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又是这种听都没听过的名字。在这中国电影市场本来就冷清的时候，他们还在小圈子里搞分赃，这么玩迟早得凉。